注意看，日本选手太嚣张，竟然头顶三角裤衩来滑挑战，这不是死变态，这是什么？果然岛国就是变态的聚集地，真的是什么奇葩物种都有。中国小将顾辉直接重拳出击往死里打，打得日本选手满脸是血，面目全非。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中国人面前往头上套裤衩。自从日本选手击败了武僧义龙，于是便认为中国功夫就是花货架子，只中看不中用，中国拳坛全部都是废人，自己一拳就能放倒一个中国选手。中国人简直太可笑了，弱得跟狗一样，根本不配合我打比赛。如果再让我碰上中国人，见一个打死一个。他的咎由自取完全是取决于他的狂妄自大。顾辉决定给日本选手免费上一课，让其了解一下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武僧义龙并不能代表中国功夫，更不能代表中国拳坛。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顾辉是如何打飞日本选手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各位好，欢迎收看村上传媒全力打造的世界极限格斗大赛分轮决，这是成都站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张太海。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伟。今天这是比赛的重头戏开打了，4人赛，16强，顾辉长岛雄一郎。对，顾辉的小碎步倒腾的还挺快，晃晃悠悠来到了日本选手内围，其后就开始往死里打，连续的拳脚进攻打得日本选手慌忙逃窜。怪不得顾辉的绰号叫酷刑者，打起架来确实很残酷。长岛雄一郎，日本名将他在中国呢非常的有名气。这个前手平勾拳势大力沉，曾经2次击倒武僧义龙。其实长岛雄一郎的战斗力并不低啊，他跟很多中国的名将都有交过手，包括也跟徐岩交过手。当时徐岩是用很快的速度就 KO 了他，这次不知道顾辉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是的，因为顾辉从上一次临阵来挑选来他来跟克劳斯对阵，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对，战胜了克劳斯。那场比赛让顾辉成为 K1 终结者，对，终结了 K1 初代王。可别忘了，顾辉曾击败过荷兰名将克劳斯，然而日本选手却被克劳斯1回合 KO。总体来说，顾辉击败了克劳斯，克劳斯击败了日本选手，等量换算一下，就是顾辉完全有理由暴打日本选手，揍他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这是一个连击的动作，裁判在警告顾辉在倒地之后不要再有攻击的动作。大家有时候不要被长岛的这种节奏迷惑他在很多次比赛当中都是以这种看似散漫的打法，然后忽然出一个前手的冷拳很重，但是呢这时候顾辉呢也是，顾辉今天状态也很松弛而且长岛其实平时的体重在78、80的样子，这次是打70，顾辉呢平时的体重就是72左右。对。力量上呢，长岛会有一个巨大的。日本选手在内围对抗确实有2把刷子，毕竟长岛雄一郎是以粘性打法闻名于拳坛，只要进入到内围对抗，日本选手就会掌握比赛节奏。反观散打出身的顾辉，不仅在中远距离可以对长岛雄一郎施加压力，即便是到了内围对抗，顾辉照样可以压制日本选手打。飞机正中了，正中面门，对，又来一次。这回要看清楚，打准，不要盲目，打准，右后手很准。长岛也受到几次重击又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顾辉再把头抬起来，再看准一些。第一局长岛雄一郎已经被顾辉打得喘不上气了。长岛这个选手日本选手的脸上多出了几个创伤，看来顾辉真的是往死里打不留情面，只用了3分钟就把日本伪娘的脑袋打得满目疮痍。照这样打下去，用不了多久，顾辉就会把日本选手打毁容，甚至被顾辉打上担架送进医院。心态状态神勇对，但是我觉得顾辉在近距离在拼拳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不要再把头埋得那么低。对。还要更清楚，因为你已经占据很大的一个主动了。对，其实顾辉在打克劳斯的这场比赛的时候赢得了克劳斯那场比赛，可以做成一场教科书来看。对，技战术的完美的配合。这次打长岛，他完全换了一种战术打法。看看第2局有什么样的变化。顾辉已经迫不及待了。
蓝方长岛雄一郎。第二回合开始了，顾辉率先往后进行拉扯，尽量与日本选手控制好距离。不过日本选手可不想这么耗下去，毕竟顾辉内围的日本选手当即就受到了阻击。结果日本选手根本不买账，则是继续猛压顾辉内围。谁料顾辉的后手重拳极其凶猛，命中率几乎达到了90%，轻易的就能穿过手臂的防护打进去啊！对，长岛现在的报价很松啊。对，而长岛这个右眼角啊，现在已经挂彩了，右眼的下方已经肿起来了。顾辉现在这种技战术是不是为了避免近距离这种更多的交换拳，他只是用后手开路，而且他后手他明显感觉自己的优势就是后手落点很准，然后打进去，你看就贴住，是的，让长岛一点办法没有。但是顾辉这种日本选手就想逼近顾辉内围做动作，然而顾辉就一直利用后手拳限制日本选手，边打边撤的顾辉很快就掌握了比赛节奏，不管日本选手实施什么样的进攻动作与招式，都无法让顾辉感觉到畏惧。日本选手实施粘性打法的前提就是靠近顾辉内围，结果顾辉就是不给日本选手这个机会，时间拖得越久，日本选手挨到的打就越频繁。长岛对于顾辉这个攻击完打近身的拳手，又是前手平勾。长岛的下巴也很结实啊。是。顾辉这个一侧闪接平勾啊，这个技术运用的很娴熟。现在也是一个很成熟的选手了。在移动的灵活性、移动的速度来说啊，顾辉是明显的要高于要高于长岛的。对。而其实游击战即便日本选手逼近了顾辉内围，还没等日本选手实施主动进攻，顾辉的拳头就会迎面而来打在日本选手脑袋上。长时间的对拼不仅让日本选手丧失了主动权，而且还给了顾辉很大的输出空间。看似是顾辉边打边撤不占优势，其实顾辉不仅掌握比赛节奏，而且还可以肆无忌惮击打日本选手。很激烈的多拳的互换。对，只是运用前手平勾和后手这种落点准来打击他。你看啊，这个顾辉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好，又是屡次击中，好，顶膝之后接一个前手在后手啊，又是拳腿组合，有点晃了，能不能抓住机会？长岛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全程被暴打的日本选手还在擂台上活蹦乱跳，看来还是顾辉打得太轻了，只要被日本选手粘住，顾辉几乎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要么以暴制暴，要么全方位进行防守。然而日本选手还是十分沮丧，并不是因为挨揍而沮丧，而是找不到突破口而垂头丧气。可是顾辉呢，既能够跟你这打阵地战，又能够移动起来。这次呢，顾辉选择的是第一回合打一些相对阵地式的打法，在第二回合的时候移动起来打游击战。对，这样两个回合不同的节奏，确实让长岛反而找不到顾辉的节奏了。对。顾辉这2次比赛确实是有明显的改变，他对技战术的这种强迫自己对技战术的这种实施啊，对，是很多选手不太可能做得到。执行的很好。对，就是你在游动的时候还有攻击动作。对，顾辉学到了这点。对，而且他每一次前手平勾跟后手的落点都非常准。是的。第3回合开始了，深陷劣势的日本选手变得异常急躁，直接就逼近顾辉内围做动作。然而顾辉的表现却让日本选手更加气愤。顾辉不仅不给日本选手在内围做动作的机会，而且还频繁利用后手拳重创日本选手。一来二去，日本选手的心态已经被打崩掉了。长岛今天啊，依旧保持了自己这种看起来节奏很奇怪的一种打法，确实节奏很奇怪，很少见到这样的。对，但是呢，这个顾辉这个迅速的移动，尤其是左右变线这个移动啊，让长岛很难摸得着顾辉的节奏。对，而且我觉得今天长岛呀，没有把他的拳只是单个的一个两个的这样在打，没有把他组合拳打出来，可能是受顾辉的节奏影响，因为他打不出来。对，好不容易找到的进攻机会，顾辉岂会轻易放弃？拿起双拳就开始狂轰日本选手头部。即便是这样，日本选手也没有丧失抵抗，而是拿着混乱的拳头来与顾辉展开对抗。看来并不是顾辉的拳头力量不大，
而是日本选手的头部足够坚硬，脸已经开口很严重了，血流满面了。对，因为现在的血是出的最多的时候，血是不能流到眼睛里面。其实我们要注意啊，在第3回合的时候，顾辉还是在游动中做打击，对，并不是压着对手做打击。对，你看顾辉是如何执行这个比赛的？比赛继续开始。顾辉是想抓住机会啊，对，他明显感觉到对手已经处于下风，他想抓住机会。但其实呢，双方拼拳的时候是长岛的一个优势啊。对，长岛经常会在拼拳的时候打 KO 对手，但是顾辉很聪明，你看，顾辉在拼拳的时候是利用步法的。只要日本选手不被打残废或者是被抬走，日本选手的进攻气焰就不会消失。不得不说，日本选手的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强，不愧是出场头戴3角裤衩的选手。反观顾辉依然没有感觉到疲惫，而是越打越有劲。暴打日本选手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义务。即便日本选手所实施的拳脚进攻很威猛，不过这些进攻还不足以让顾辉畏惧。又是，你看，一个侧闪之后前手平中，对，又是，很聪明的让出来了，他并没有把他堵到脚里面来打。对，好，前手，非常漂亮。长岛还是想换拳的。你看，好的，漂亮。这时候就是直进直退，对，只能直退。可是顾辉的前后左右经常能够变线的移动，运动轨迹非常多，对，让长岛难以琢磨。他已经跟不上顾辉的这个方向了。对，而且他在想往里进的时候啊，所谓顾辉呢还能在这过程当中给他以前后手的一个干扰，对，非常漂亮。你看，又是一个侧闪的同时出拳，对，在后退的同。比赛还剩下最后20秒，日本选手真是出力还不讨好。明明是发起主动进攻的一方，却被顾辉频繁的后手拳阻击。就算日本选手所实施的进攻很精准，那也无法与顾辉的密度相提并论。hold住啊！已经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了。长岛倒在地上，好像知道自己已经输了。长岛这次确实是从表情上来看，他自己都很失望。对。他一直想跟顾辉在相对阵地的两人站住了阵脚，然后在一块互相换拳。可是顾辉并没有给他这距离，顾辉是站定打2拳，我又移动。那你想刚跟进的时候，顾辉又给你1到2拳的跟进，打得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而且顾辉的后手打完以后有躲闪，有撤步，你看，典型。从慢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选手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打，不是防守不住顾辉所打出的拳脚进攻，就是被打得毫无反手之力。总体来说，日本选手就是来给顾辉当陪练的。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啊，技战术含量非常的高。周深之战作为当今世界自由搏击领域最高端的赛事，我们的小组赛由5位裁判共同来裁定本场比赛。最终裁判一致判定顾辉获得了胜利。赛前有多嚣张有多变态，赛后就有多狼狈有多惨烈。3回合9分钟的比赛，顾辉整整暴打了日本选手8分钟010秒。大家感觉顾辉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顾辉的硬气。这场鏖战以顾辉的胜利结束，他顺利走进了诸神之战第13组的决赛局。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场比赛很难熬。打不动，太抗打了，就是太抗了，不是我明显打到点上了，感觉到处于被动。对。后手很精准呐。可能有2个多月没比赛了，就是一时适应不过来，挺累的。技术方面有点糙，但是他力量挺大的，他打到我身上我就会摇摆。你觉得就是和他的这30对你消耗大吗？因为你接下来还有一局决赛。大。